自1993年接过母亲的谋生工具以来，33年的每一场游神盛会，何修万都与妻子相伴左右，从不缺席。那你放里面拨一钓鱼，对吧？9块的一包，一起的哈。OK， 走完先啊。问照他们。证明我也知道你一定有在这里卖。是 ，Thank you。何修万的摊位上，除了传统潮州水果备受青睐，萝卜糕、芋头糕和肠粉也深得食客追捧。这4款被称作一星4大天王的小吃，皆为纯手工制作，往往开档数小时便被抢购一空。来一包小的鸡桂，鸡桂卖完了，一年比一年多。今晚我们回去就赶工了啦，赶工了，一大早我们就做开工了。清晨5点，何修万的儿子何凯奇准时到达工坊。2年前，他高中毕业便留在父亲身边，从帮工做起。主要是水粿，然后就芋头糕、萝卜糕，因为我们的主打就是水粿。水果也叫果仔，在潮汕话里，果是米制品的统称，水果便是其中之一。这道潮汕小吃以米浆为主要原料，制作时需用冷水和热水调配米浆，水果也因此得名。我学会这个手艺从零，就是我奶奶教我，我奶奶做我看，我奶奶教我听，我奶奶骂我接受。自小耳濡目染，何凯奇仅花了1年时间，就从奶奶和父亲手里全盘接下了家传4大天王的制作技艺。就首先我们是磨米，泡那个姜，泡姜了过后我们就晒粿，就放去蒸炉，给它熟了过后给它凉了，然后我们就合粿咯，合粿就是把那个粿合起来，然后就出货到我爸爸那里。磨浆、调浆、倒浆、蒸煮，看似简单的4道工序，每一步都藏着何家的秘诀。我从小朋友问我，你长大要做什么？我长大我要卖水粿，我要跟我爸爸一样。别人的理想远大又光鲜，他打小就认准了要走父亲这条路。1个半小时的忙碌过后，第一批水果新鲜出炉，米香四溢。父亲何修万开着3轮水果车，朝着3公里外的大马巴沙热带水果市场出发。在过去2年里，这对水果父子兵分工清晰，合作无间，一个坐镇作坊搞生产，一个外出市集做售卖，父子俩的所有时间全扑在这门传统生意上。阿哥，你是要1包參了哈？應該1包參了哈？2包參，1包米參。哦，1包無參米啦 ，OK。傳統潮汕水果，米果的軟糯全靠菜譜的香脆來映襯，米香的清淡全憑菜譜的鹹鮮來提味兒。新山這口潮汕菜譜歷經3代慢火炸製，是何家水果的靈魂所在。其實以父母的角度，他們也不是很想我們接手啦。為什麼？因為這一行真的是很繁瑣的工作，永遠做不完的工。我們做了這樣久，我們也不捨得啦，畢竟是爸爸媽媽的心血嘛。準備走回去了。洗澡。你今天最後一天嘛。做比昨天多。早啲落好咪落好就水啦。奶奶邹媚兰虽然已退休多年，可每逢游神，必定早早起身到工坊里帮孙子打理摊档。我觉得他不会累的，他也是做了很多年，他还是放不下。我自己放不下，我承认，做这门生意不是这么简单，做人很矛盾啊。在街坊眼里，水果是勾连乡愁的美食，
而在邹媚兰心里，它是何家4代相传的生存底气。如今传承的火种又递到了孙子手中，每一棒的接力藏着对食客的用心，更藏着对故土风味的爱与敬畏。米好像比昨天的软一点，昨天的比较硬。等一下几点要过去？弟弟讲12点这样了。我等一下也是要过去，我要去拜拜。等下一起去啊，跟我们一起去。上午一家人兵分2路，为日常生计奔波忙碌。下午3代同堂借游神一解乡愁。今天游神压轴大戏《众神夜游》即将登场，这也是石街今年最后最热闹的营业日。忙啊，我们要去拜拜了，带阿妈去拜拜，走，我去拜拜。摊位摆好，营业前第一件事是去行宫上香祈福。这规矩何家守了30年。5邦神明驻跸行宫的这2天，新山多数华人都会前来焚香祈福。这缕香火是当地华人跨越150年的传承。新山是马来西亚第2大城市，与新加坡隔岸相邻，素有南方门户之称。这里聚居着10万余名潮汕侨民，因此也被唤作小汕头。这到昨晚我来的时候，它已经卖完了，因为它说的是老字号，大概15分钟可以。好吃东西都应该等了。后面的人还在等。很有传统的风味。新山这边你要找这样的草味是比较少的。不过人家这样来支持我，我还是很高兴。当何修湾的水果摊迎来最后一波客流，众神夜遊也即將開始。7點鐘唔準神要睇行宮行出嚟，有神由住新山市區一圈，再翻行宮，所以我哋又叫做一個神與人嘅嘉年華。從吉隆坡的啊，從新加坡的啊，都會過來。我們有台灣的兄弟隊也有來，大家庭啊，沒來。我们已经看了10多年了，昨天晚上就已经发威了。这个柔佛古庙都是我们柔佛人去参拜的地方，所以它的游神是一个大日子。这是我们是家族生意，有20多年了，卖完为止哦，卖完就收单了。暮色浸染新山街巷，这场跨越100年的民俗狂欢正拉开压轴序幕。锣鼓铿锵穿透夜空，各族会馆与社团的表演轮番登场。8音锣鼓队奏响雄浑乐章，踩高跷的表演者灵动游走，花车缀满灯火缓缓前行。莺歌舞刚劲有力，尽显古韵。5尊神教依序稳步前行。沿途信众合手欢呼，将深夜街巷彻底点燃。8仙贺寿主，这个是安娜，我们叫做安娜大头娃娃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华人的习俗吧。从小就有跟着爸爸妈妈来这里游神，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带我的孩子来游神吧。从傍晚至凌晨，众神夜游的行程绵延8公里。这场5邦共庆的盛事，从来不只是一场祈福，更像是新山8方融合的嘉年华，让这份跨族群、跨时代的民俗传承，在新山的夜色里愈发璀璨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平平安安的回到家。华人心中最为隆重的文化图腾，当属春节。无论身在何处，那份对团圆的深切期许，总随着熟悉的年歌、记忆中的年味儿在心底萦绕。凡是有华人的地方，就必有传统而盛大的春节庆典。还没有好哦，刚刚到，还要等几久？10分钟吧。哦，对了 ，OK， 等下再招人，稍等你们。上午10点，马来西亚新山行宫前的临时美食街，摊主们正忙活着开市前的准备。这条不到500米、仅营业2天的街巷，
1小时后将涌进上万客流。新山华人1年1度的盛会正在酝酿。我们一心玫瑰每年都来这里摆摊的，在这里卖了30多年了。及时的股庙众神出巡，我们恭请赵大元帅上架，上架！恭喜华国大帝上架！五邦共庆，众神巡游。每年正月18到22，一连5天，新山华人都会卸下日常的忙碌，全心投入这场延续了150多年的游神盛事。新山市直隶街的柔佛古庙是典型的潮州中式古建筑，19世纪后期由潮州先贤陈旭年等人发起兴建，已有150多年的历史。殿内供奉着5位神明：海南籍的赵大元帅，广肇籍的华光大帝，客家籍的感天大帝，福建籍的洪仙大帝，以及潮州籍的元天上帝。在庙这里呢，里面的人数100-200人左右，可是一去到那个庭院呢，就应该会有500-600人。一去到街上呢，应该是算万人以上的了。10点45分，柔佛古庙里的锣鼓声铿锵激昂，声声震耳。舞龙舞狮腾挪跳跃，大头娃娃憨趣晃动。当古庙内的喜庆热闹烘托得满溢而出，庙外的人群早已井然列队，怀着虔诚静静等候。过2年就想到这些东西了，没有心做工了。等到游神过后才开始做工，有心做工。我每一年要游神之前10天到1个星期，太太都不碰我，分开睡。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身体的轻。游完神才叫做过完年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遇到彼此，都会1年见到1次，都会互相祝贺新年快乐。此时的柔佛古庙凝聚着海外华人的共同心灵与祈愿。及时到，14年柔佛古庙众神巡游，我们恭请大元帅上架出团。随着一声及时到，游神盛典的重头戏“众神出銮”正式开启。每尊神明都由对应籍贯的护神乡亲专程护佑。护神队伍紧扣教杆，以同心之力护神教缓缓跨出山门。庙外百姓合十翘首，共赴这场刻入血脉的庄严盛事。护神队与群众合力摇晃神教，寓意摇得越烈，神明越愉悦，福气财运便能临门。5尊神教里，唯有潮州籍元天上帝神教只抬不摇，独守庄严。从古庙至行宫，2.4公里的游神路程，各会馆龙舞狮队随行护驾，沿途百姓肃立道旁，静候神像途经。沿街商户设下祭品，燃响爆竹，迎接神明。93岁的，每年都来。这场盛事早已跨越族群边界，马来、印度裔市民驻足道旁，沿街的印度餐厅员工主动递上免费饮用水，不同肤色的人们共守一份虔诚，成了新山多元文化相融的见证。
各会馆舞龙舞狮队随行护驾，成千上万的民众紧随护神队伍跨越天桥，途经石阶，耗时2小时抵达行宫。向龙火古庙众神明行山顶礼，仪式圆满。狗拜狗拜，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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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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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柳州三江县因浔江、榕江汇流而得名。榕江曾是连通贵州和广东的黄金水道，江畔的富禄苗族乡是苗、侗、汉等多民族聚居地，一度成为榕江流域最兴旺的商埠码头之一。当年有不少粤闽商人迁居扎根。富禄最热闹的日子要数3月3，这个节庆能让这个常住人口不足3万的小乡镇，在节日期间涌入数万人。发财香啊，巡礼香啊！3月初1，71岁的黄富坤带着几位族老早行拜祭礼，盼着节庆诸事顺遂。个个平平安安啊，个个心想事成啊！此时，170多支芦笙队正从4乡8寨赶来，准备比个高下。奇的是，这斗芦笙斗的居然不是谁演奏的好听，而是斗响，谁响谁赢。每个队伍都有排兵布阵的诀窍，笙管越长，音高越低，高中低音搭配得当，穿透力才够强。更令人奇怪的是，在赛场里竟然看不到裁判。原来裁判竟然在2公里外的山头上，在高处是为了听得更清晰，判断更准确。5位裁判背对赛场，互不言语，只为公正。计分员举旗把结果传回赛场。伴随芦笙声响，黄富坤也忙开了。作为花炮制作非遗传承人，每年3月3，他都要亲手扎制3尊大花炮。杉木裁成木条做底座，尺寸是祖传的规矩，仅对传承人代代相传。底下它都是方的，毛榫结构的，这是最难是上架烧这个竹子也很讲究的，你厚去了它压不回来，太薄去了它又容易损坏。仿着古建亭台的模样，竹篾木方一点点搭起花炮骨架，骨架立稳，就到了装修环节。黄富坤用来涂表的纸藏着不少门道。现在都是采用这个我们的简单这个用纹纸，容易找，文具店去都可以要了，最少要5次它才够硬。原来我们的是用这个瑶族的这个自产的这个棉纸，这个纸呢是1年2、3年，它的有一个人拿来卖，它这个有2成的行了。其实不仅传统材料难买，做花炮的传统技艺更难守。我今年71岁了，83年我就接了一个2月2的花炮，以我们这个花炮原来是做的是。谁接这个炮头去，到来年你要扎一个炮头来规范。当时我不会做，我就有一个老师傅，叫做朱明先老师傅教我做，我连做了4年。到现在没有人做了，老师傅过世了，
居委会领导了，还有父老乡亲他们就说：“那你做吧。”原来你做过了，就鼓励我，我又开始又做了。他的先祖从广东梅县迁来此地，繁衍已有6代。我的孩子啊，我的仔还有兄弟啊，他们都来。每年我开始做，他们有很多人都来帮我了，他们都愿意做了，因为这个是公益事情嘛，这也是一个行得积善的嘛。经过3个月的打磨，3尊花炮终于在黄富坤手里换彩完工，缠满祥文，缀满祝福，就等3月3正式来临。炮漂亮的，到后天3月3印制没了，都把它送许可，就圆满的完成了我们的。2天狂欢预热，终于迎来3月3正日。天刚亮，黄富坤家里就挤满了来客，乡里乡亲跟着他迎花炮，齐顺遂。富禄3月3花炮节传承200多年的规矩，至今从未改变。3尊花炮配3头大猪，还有米酒、糍粑、红鸡蛋等当彩头。各支盛装打扮的表演队伍跟随其后，花炮巡游正式启程。榕江两岸10万游客翘首以盼，等待传说中的抢花炮。来自3省5县的22支队伍，600多名勇士早已在榕江畔摩拳擦掌。花炮是吉祥信物，谁能抢到便是赢家。第141届抢花炮即刻开战。一声炮响，还没等硝烟散尽，场上100多个光膀子的壮汉就跟饿虎扑食似的，呼啦啦抢成一团。赤膊上阵是规矩，既显勇士气魄，更是防止私藏花炮。头炮最难抢，谁不想拿个头彩？于是壮汉个个精力拉满，像潮水般起落，打着旋儿，还真有人卷进了榕江里。裁判连忙叫停，马上把众人拉回岸上重来。新一场厮杀又起，外围观众看不清花炮在谁手中，只能跟着人潮移动。焦灼了半个钟头，一个选手领头冲向得胜门，把花炮圈塞到了裁判手里。别急，往年总有人做仿圈糊弄人，黄富坤早留了后手，每个真炮圈上都刻着独家记号。验证通过，获胜队伍抬着花炮、肥猪、米酒回乡，与全族人分享这份福气。黄富坤满是欣慰，亲手做的花炮又把祝福送进了千家万户。